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，一个伟大的思想，它到底是怎么在人群中传播开来的？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很简单吗？但历史告诉我们，真相往往比我们想的要复杂，而且也精彩得多。我们先来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你有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超棒点子，你觉得它会用什么样的路径扩散出去？不知道你脑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，是不是就像往一个很平静的湖里丢下一颗石头，然后激起一圈又一圈非常完美的涟漪？这个画面其实就是一个普遍存在但不太正确的迷思，我们可以叫它涟漪效应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天才砰，灵光一闪，想出一个绝妙的点子，然后这个点子就这样像完美的同心圆一样，一圈一圈地向外扩散，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。听起来很理想很干净，对吧？但事情真的有这么单纯吗？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当我们真的去翻开历史，会发现思想的传播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。真实的过程，它其实更像是在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里开船，一路上充满了各种变形、妥协，还有你完全想不到的转折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用一个几百年前的真实案例，来看看一个伟大的思想，它真实的旅程是什么样子。好，我们先把时间快转到明朝的中晚期，那个时代是个思想非常活跃的黄金年代，各种学说百花齐放，可以说是一个观察大思想如何流行的绝佳实验场。我们故事里的第一批主角是当时的大儒，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那个时代的哲学巨星，他们待在自己的书院里，钻研那些非常高深、非常复杂的理论，探讨的是宇宙人生这种终极大哉问。他们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涟漪效应最中心的那个点。而在当时所有的学派里面，王阳明的心学可以说是最闪亮的一颗星。他提倡致良知，认为真正的道理跟道德其实都内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你不需要向外去寻求。这在当时是个非常具有革命性的想法，所以阳明心学在整个知识圈可以说是如日中天，声势非常浩大，看起来简直就要一统江湖了。但怪事就在这里发生了。当后来的历史学家，像是张艺兴教授，他们回头去深入研究那段时间的史料时，发现了一个非常矛盾、非常奇怪的现象。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大概就发生在西元1600年前后，也就是明朝的万历年间。你记得这个时间点它非常重要。奇怪的地方就在于，正当阳明心学在上流社会的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候，他在民间的那些读书会，也就是所谓的乡里讲会，竟然开始大量而且非常快速的消失。这些讲会本来是让一般平民百姓也能接触讨论这些高深思想的地方，这就让人想不通了，对吧？如果这个思想真的这么受欢迎，这么红，为什么它在基层的这些社群会突然之间就崩解了？这完全不符合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涟漪效应啊！这感觉就像是石头明明丢下去了，结果涟漪传到一半就自己不见了。而这个谜题的答案就藏在一群长期被历史给忽略的中间人身上，他们才是思想传播真正的引擎。张教授的研究让我们看到，当时的阳明心学其实分裂成两个平行的世界，一边是由那些大儒主导的学术性阳明学，他们待在精英书院里，追求的是哲学的纯粹、抽象的思辨；而在另外一边，则是由一群小读书人带领的运动性阳明学，他们深入乡里，目标非常务实，他们想要用这些思想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。这就带出了我们故事里第二批关键的主角——小读书人。他们是思想传播在第一线的推手，同时也是翻译官。如果你正在听，这部分非常值得你笔记。他们不只是被动地传递资讯而已，他们是主动地的去改造、去转译这些高深的思想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目的很简单，就是为了让这些思想能够符合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社群的生存需求。接下来，我们进入下一个关键点。当一个高深的哲学遇上了非常现实的生存压力时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？你会发现，这个伟大的思想就在这一趟旅程中被彻头彻尾的改变了。这个转化的过程大概是这样走的：
第一步，那些大儒创造出一套关于心性良知的深刻理论。第二步，某个小读书人跑到书院去听讲，学会了这整套东西。第三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这位小读书人回到自己的家乡，他每天睁开眼，面临的最大压力是什么？其实是通过那个竞争超级激烈的科举考试来求得功名，改善家里的生活。于是第四步就发生了，那套原本用来探索生命意义的深刻哲学，就被他巧妙地重新包装，变成了一种能够帮助他写出更漂亮考试文章的独门技巧。所以这就精准地点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：要解释阳明心学为什么会衰落，你只看它的哲学本身是找不到答案的。真正的答案藏在那一场由小读书人所推动的社会运动里面。也就是说，关键从来就不在思想的内容有多崇高，而在于那些传播思想的人，他们所面临的现实压力到底是什么。而且这个转变它不是一个猜测，它是有具体数据在背后支撑的。历史资料就告诉我们，从1580年到1620年，短短40年之间，地方上的社群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黄金交叉。你可以想象有2条趋势线，一条是专门探讨哲学的读书会，它的数量本来在高点，却突然急转直下，快速的崩跌；而另外一条线是专门用来准备科举考试的志异文社，它的数量本来在谷底，却在这个时候爆炸性的往上冲。这2条线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交叉。小读书人们的精力很明显的从哲学思辨完全转移到了准备考试上。好，讲到这里，这个几百年前的故事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强大的分析工具，可以用来理解我们当代社会的各种趋势。它不只是一个历史故事，它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用不同角度看世界的新模型。我们把刚刚讲的重点快速整理一下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型称为思想的供应链模型。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都有它的创造者，也就是大儒。但是这个思想能不能真的流行开来，完全依赖于第一线的推广者，也就是那些小读书人。而最关键的一点是，这个思想永远会被这些推广者的现实需求所改造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要真正看懂一个趋势，你不能只看那个思想本身有多好多棒，你必须去理解那些在第一线推广它的人，他们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压力。这个模型当然不只适用于明代中国，你想想看，我们今天的生活，一个强调永续、很复杂的环保理念，到了第一线的推广者手上，会不会被简化成买这个环保杯就对了的消费行为？一个很深奥的管理学理论，到了企业顾问手上，是不是就变成了一套可以快速导入套用的 SOP？ 甚至一个源自东方、追求内心平静的禅修思想，传到西方之后，是不是也被包装成一种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的正念产品？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，思想的传播，与其说它像一个完美的涟漪，不如说它更像一条充满各种变数的供应链。真正决定一个思想命运的，往往不是那个创造它的天才，而是那些在第一线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去改造它的小读书人。所以最后，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看看，在你自己的生活周遭，有哪一个你认为的大思想，其实正在被他的小读书人们悄悄地改造着呢？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